贾巴公开洛基真正的战斗力，不仅仅是普通4皇的水准，武当尼卡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单单从洛基26亿贝利的赏金看，最多也就是接近海军大将的级别。相比老牌4皇有40亿的悬赏金，确实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。不过夏姆洛克却亲自来到冥界，邀请洛基成为神之骑士团的成员，甚至还破天荒的给了天龙人的身份。要知道，即便是堪称怪物的绿牛和藤虎，也没有得到过如此高等的待遇。可见在吴老星的心目中，洛基的实力要在藤虎和绿牛之上。只要他愿意加入神之骑士团，对天龙人的统治将有很大的帮助。后来我们从哈雷神典中得知，在1100多年前出现过一位尼卡，他带领着奴隶们为自由而战，却惹怒了当时的大地之神，联手夜火之蛇才将尼卡彻底击败。大地之神是吃了阵阵果实的人，那么夜火之蛇就应该是幻兽种果实。罗杰不惜杀掉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也要得到艾尔巴夫的传说恶魔果实。不出意外，那就是夜火之蛇的力量。如此来看，当今4皇也未必是洛基的对手，也难怪他敢对路飞夸下海口。只要将他放出去，就能摧毁任何海贼团。在最新的海贼王漫画1139话中，贾巴得知草帽团要找钥匙放出洛基，直接告诫他们，并不了解这位巨人的可怕。不过路飞直接来了一句：“我会打败他的。”可是贾巴却补充说，在香克斯莱拉夫德鲁前，没人能打败洛基，他拥有非常恐怖的力量。可见在贾巴的心目中，武当路飞不一定比洛基强，因为他在埃尔巴夫生活了20多年，也经历过6年前洛基杀父的那场战斗。他和巨人们联手也没能获得胜利，最终还是靠着香克斯才将洛基彻底击败。贾巴是和雷利齐名的传说级人物，战斗力绝对能比肩当今的4皇，居然没能和巨人们一起搞定洛基王子，只能说洛基拥有超4皇的战斗力。索隆公开吴老星马古的战斗力上限没有4皇级别，最多也就海军大将水准。吴老星在弹头岛登场后，给人一种强如怪物的感觉，不仅拥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还有超强的霸王色霸气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能力。萨坦圣能利用毒液攻击腐蚀一切，马兹圣的火焰比黄猿的镭射光纤威力更强。吴老星最逆天的能力还是瞬间恢复，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伤势，都能一瞬间恢复如初，甚至让路飞感叹他们拥有不死之身。吴老星中内斯兽狼圣展现出来的逼格最高，也被认定是5个老头中实力最强的人。他拿着无上大块刀初代鬼彻，很可能是一把黑刀，斩杀敌人后会释放寒气，将伤口瞬间冰封，在一瞬间就能将所有的和平主义者秒杀。击倒巨人族的战士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简单，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甚至不输任何一位4皇。不过在攻击波尼时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没有用见闻色观察到山治，结果被一脚踢飞，变成古马咬住山治的一条腿，也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，反而被身体巨大化的波尼一脚踩倒在地。与对战和平主义者是判若两人，没有4皇碾压级的战力。在最新的海贼王1117话中，古马出手企图毁掉桑尼号，索隆在圣平的帮助下，用出一招罗生门挡下古马的攻击，两人的刀碰撞在一起，释放出大量黑色闪电，暂且还不能确定是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随后冲击波将两人弹开，内斯兽狼圣也被震飞很远。索隆在觉醒霸王色霸气之前，与4皇凯多也有过交战，使出绝招，虽然没能将凯多击倒，也给对方腹部留下了伤疤。在对战岩灾尽是觉醒霸王色，整体实力也算准大将级别。从索隆与古马的第一次交手来看，两人的实力在同一水平，而且内斯兽狼圣的表情很惊讶，也认可索隆会对自己造成威胁。两人应该不会在弹头岛分出胜负，但是可以确定古马还没有达到4皇级战力。卡普有5次当着众人的面保护路飞，却意外揭露出中将贺婆婆的真实身份。当年路飞闯入司法岛救罗宾，击败史上最强的 CP9 成员罗布路奇，卡普得知后第一时间来到七水之都找大孙子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明自己是路飞的爷爷，还强调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就是路飞的亲生父亲。不仅阻止了海军继续追捕路飞，还当着亲治的面放走草帽一伙。亲治也是非常懂卡普的意图，直接倒头就睡不管不问。路飞在恐怖3维帆船击败75海莫利亚，世界政府让暴君熊彻底抹除草帽一伙。殊不知大雄曾经是路飞老爸多拉格的手下，见识到草帽一伙可以为了自己的船长不顾性命，暴君熊没有抓任何人就回到海军基地复命。战国对大雄的行为很不满，他的实力不可能让草帽团逃走。卡普则在一旁强调说，路飞不是那种到处炫耀的人，打败一个75海绝对不会到处乱说的，这不明摆着让战国放过路飞吗？不过代价是付出一包鲜贝，只不过路飞搞事情的脚步一直没停止过，直接闯入海底大监狱救哥哥艾斯。战国再次对卡普发火，强调蒙奇家的人都不让他安心，同时还透露出阿赫中将一直在走动关系救路飞。难道说贺婆婆真是传言中的贵族千金，路飞能一直的安全活着，阿赫中将才是他的保护伞？海军为了公开处决艾斯，与白胡子海贼团在马林范多大战，路飞带着海底监狱的众多逃犯从天而降。卡普第一时间公开路飞的身份，就是自己的大孙子，这保护路飞的意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。之后亲自见到赤犬要对路飞下手，主动跳出来将路飞击倒，就当不知道怎么演的时候，马尔科飞过来一脚将他踹飞。黄猿也主动给了卡普一个面子，直接将路飞踢到白胡子手中。
后来路飞在众人的保护下冲向处刑台解救艾斯，卡普不得不站出来阻挡，却闭上眼睛结结实实挨了路飞一拳。在场的所有人看在眼里，明白在心里，卡普是在保护大孙子，只不过这演技着实有点差，还是建议跟着黄猿多学习学习。路飞出海后送出过3件神级宝贝，坑害了2位赏金30亿的强者，不过也因此救了自己2条小命。当年草帽团去恐怖3维帆船冒险，击败莫利亚后得到佩罗娜准备的财宝，路飞从中挑选到一个很帅气的手段，殊不知那就是约翰船长留下的藏宝图。后来路飞去海底大监狱救哥哥艾斯，无意中将藏宝图送给了小丑巴基，可能是巴基为了报答路飞的恩情吧，不仅陪同他去找艾斯，还一起从推进城越狱，抵达马林范多后，路飞在正面战场对抗海军，巴基则是偷来电话虫，搅乱元帅战国对战场的部署。赤犬干掉艾斯之后，又继续追杀路飞，巴基再次站出来抱住圣平和路飞逃走，还躲过了赤犬的岩浆拳头以及黄猿用镭射光纤的偷袭。巴基之所以如此卖命保护路飞，和约翰宝藏多少有点关系吧。草帽一伙击败新鱼人海贼团的霍迪琼斯后，尼普顿为了答谢他们，送上鱼人族所有的财宝。不过当时的路飞太贪吃，炫掉了鱼人岛给四皇大妈的贡品。为了避免大妈出兵攻打鱼人岛，路飞拿出所有的财宝息事宁人。后来在布林和山治的婚礼上，大妈拿出鱼人族的宝藏玉手箱，殊不知里面的财宝已经被盗走，剩下的只有威力强大的炸弹。就在路飞等人被代码海贼团包围的绝境下，斯图西和费尔德爆发矛盾，导致玉手箱爆炸，蛋糕岛上的巨大城堡被炸倒，也顺势救了路飞等人的性命。在和之国击溃凯多的百兽海贼团后，路飞、基德和罗3位船长的赏金都涨到30亿贝利。之后路飞将最正规的路标历史正文的踏本送给他们，也正是因为这件宝贝导致罗和基德差点丧命。基德去埃尔巴夫冒险遇到红发海贼团，香克斯让他交出路标正文，不过基德果断拒绝了，结果被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瞬间秒杀。罗在经过圣者岛时遇到了黑胡子海贼团，蒂奇的目标就是抢走他手中的路标历史正文。面对2颗神级恶魔果实的攻击，罗也只有战败的下场。好在被波变成月亮狮子形态，才救下自家船长的1条小命。让武装色霸气不起作用的神级果实，其中有3个还是大剑豪索隆的克星，都在说汉库克的甜甜果实是一颗双生恶魔果实，除了能将敌人石化，还有动物系美杜莎的能力。黑胡子和海军攻打九蛇岛时，大部分人都被汉库克石化。罗曾用强大的武装色霸气驱散毒 Q 的病病果实能力，不过被石化的人会失去意识，即便武装色很强也无法施展。而且黑胡子还说了，干掉女帝也无法让石化的人复原，自己也没有信心能躲避汉库克的石化攻击，可见黑胡子的武装色面对甜甜果实也会不起作用。当年巴基在罗杰船上得到4分5裂果实，本打算卖1个亿当寻找宝藏的启动资金，却被香克斯吓得一口吞掉变成能力者。巴基表示那是一颗废材果实，对战斗力没有任何提升，香克斯却说分裂的能力很逆天，等同拥有了砍不死的身体。在顶上战争面对世界第1大剑豪，巴基任由鹰眼砍了1万刀，也没有受到一丁点伤，反手还能用炸弹进行反击。鹰眼对此也感到很奇怪，自带武装色的黑刀为何不起作用？可见4分5裂果实能让武装色霸气失效，即便索隆和鹰眼联手，也无法用刀将巴基砍伤。佩罗娜所吃的灵灵果实能从身体中释放幽灵攻击，其中消极幽灵能让敌人变得消极，无法继续战斗，即便是辅佐武装色的攻击，也无法伤到这些幽灵。当初草帽团去恐怖3维帆船，就差点被灵灵果实团灭。后来佩罗娜被暴君熊拍飞到克拉伊卡纳岛，也成了除巴基以外能同时克制鹰眼和索隆的人。巴托洛米奥的屏障果实拥有世界上最强的防御，即便能打伤4皇的王者之拳，也无法对屏障造成伤害。当年回到和之国的玉田，去找大蛇将军为妻儿报仇，用附着武装色霸气的刀砍屏障，也没能让他的防御失效。难道说屏障果实和4分5裂果实一样，都是剑士的克星吗？现在香克斯已经去找巴托洛米奥算账，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能否打破屏障防御呢？重生后战力被加强的恶魔果实，造就出1皇1将1准将级强者，还有1人直接变成无敌。魂魂果实的第1个主人是莫罗修女，她只是拐卖小孩的人贩子，也没对战过特别强的敌人。用魂魂果实创造出普罗米修斯，也只是用来给自己点烟。莫罗修女的整体战斗力最多也就普通的中将级别。大妈吃掉重生的魂魂果实后，第1次被悬赏就高达5000万贝利。他创造出的霍米兹都很强，普罗米修斯能释放火焰燃烧一切，雷云宙斯可以释放强大的闪电，拿破仑是一把带有灵魂的刀，后来还创造了雷云赫拉，释放出来的力量比宙斯还要强。大妈甚至还能使用寿命治疗伤势，以及提升自身的战斗力。相比大妈对魂魂果实的开发，莫罗修女真是在暴殄天物。17岁的艾斯出海没多久，便吃下了自然系烧烧果实，也是靠着这颗果实的力量，成为当时的超级新人。海军甚至主动邀请他成为王下七武海。可能是烧烧果实的能力太强，导致艾斯忽略对霸气的修炼，在顶上战争被赤犬用岩浆拳头贯穿身体丧命。
萨博吃下重生的烧烧果实后，立马就能抗衡海军大将藤虎，结合超强的武装色霸气，能轻松秒杀黑胡子的第一船长巴沙斯。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，正面对抗吴老星也能保住小命。后来萨博被称为炎帝，战斗力绝对有大将级，也应该比艾斯强吧。透明果实的上一任能力者是阿布萨罗姆，他的隐身能力除了去偷窥，对战斗力没有任何提升。与之溪流吃下透明果实，一度被诟病对实力也没有提升。不过在蜂巢岛对战英雄卡普，能靠着偷袭贯穿对方的身体，整体实力也应该很接近海军大将，比阿布萨罗姆高出太多。屏障果实绝对是防御最强的恶魔果实。第一任能力者叫黑炭蝉丸，他的出场次数非常少，制作的屏障能抵挡玉田的斩击，却没有开发出攻击招式。巴托洛米奥是第二任屏障果实能力者，他的防御能力也是堪称无敌，轻松抵挡卡文迪许的斩击，还能利用屏障模仿路飞的招式攻击。目前香克斯要找小巴托算账，希望他能健全的活下来吧。吴老星亲口说出他们最忌惮的海军大将，战斗力不如赤犬，却能撼动整个世界。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每个人的战斗力都是最顶尖的存在。在圣地玛丽乔亚对战革命军二把手萨博，仅仅用了一招就能将萨博打成重伤。去弹头岛对付草帽团，每个人都展示出4皇级战力，不仅是最罕见的恶魔果实能力，还都达到了最高的觉醒状态。霸王色霸气也是最顶尖的，甚至还能造成物理伤害。不管是地位还是战斗力，吴老星都在海军大将之上。不过他们却亲口表示过忌惮一位大将，赤犬是最不给吴老星面子的海军大将。成为元帅之后，居然当面骂5个老头被人骑在头上。黑胡子明确岩灾镜的战斗力上限，也难怪索隆能一招击溃果实觉醒的陆奇。在所有的皇父之中，岩灾镜的战斗并不亮眼，不像马尔科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轮番对战海军3位大将，也不像卡塔库利能预见未来，与4档路飞打得有来有回，更不像本贝克曼用枪指着黄猿脑袋，霸气强度能超越大将。镜第一次出手是对付大妈，一脚踹翻代码海贼团的船，后来与山治也有交手，击杀桃之助的攻击被挡下，变成5齿翼龙形态撞击山治，却没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联手一灾奎因对战马尔科，整场战斗都没能占据上风，趁机斩断不死鸟的一条翅膀，也没能对马尔科造成影响。单挑索隆的表现还算不错，依靠种族和果实能力压制索隆。不过在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后，也没能扛住一招3刀流战败。纵观岩灾镜的所有战斗表现，要么是依靠5齿翼龙的能力，要么就是依赖露娜利亚的种族特性，防御和攻击来回切换战斗，却没有表现出超强的剑术以及恶魔果实的觉醒能力。还有对3色霸气的运用也不强，应该掌握了武装色和见闻色，不过都没有展示最顶级用法。至于霸王色也应该没有掌握。难道岩灾镜真的是最弱皇父吗？黑胡子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见到赤天使鹰眼时也被震惊，不敢相信被称为神的种族会出现，更是被小鹰眼的强悍实力吓出一身冷汗，能让傲慢的黑胡子感到畏惧。只能说露娜利亚一族真的很强，可见岩灾镜的战斗表现虽然不好，并不代表他就是最弱的皇父。索隆能击败他登基地狱之王，也是经历过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最终觉醒霸王色征服妖刀炎魔，才能攻破岩灾镜的无敌防御。在弹头岛，索隆一招击败觉醒的陆奇，让很多粉丝觉得不能接受。陆奇的防御能力应该比不过镜，难道索隆还不能一刀将他砍倒吗？罗杰透露出佛之战国的实力上限，卡普在马林范多对他的评价果然没错，曾经也是一名大将的战国，到底有没有4皇级别呢？纵观已经登场的几位海军大将，相比4皇还有不小的差距。青雉与白胡子多次交手，攻击都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。黄猿和路飞在弹头岛大战，结果被完全碾压，身受重伤。还有被称为怪物的绿牛，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。藤虎也曾主动对红发团出手，也被香克斯的霸王色喝退。赤犬的实力应该比他们强一些，也不敢正面对抗老年白胡子。
利用斯库亚德重伤对方后，才敢站出来与白胡子交战。战国是罗杰时期的海军大将，也是唯一确定有霸王色的大将。当年联手卡普对战金狮子，双发大战3天3夜才将对方击败。战国与白胡子争斗几十年，整体实力也应该不弱于对方，对见闻色和武装色的修炼也应该达到了最顶尖水准，说不定还掌握了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黑胡子得到超人系阵阵果实，曾扬言将马林范多彻底摧毁。战国变成大佛形态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黑团全员拍吐血。如此来看，战国的实力应该不输任何四皇。罗杰在20多年前也曾评价过战国的实力，他干掉一群海军之后强调弱，要想逮捕他必须叫上战国或卡普。可见罗杰非常认可战国的实力，也和卡普一样有实力抓住自己。赤犬在顶上战争一拳贯穿艾斯后，又想将路飞的脑袋留下来，彻底愤怒的卡普朝着赤犬走去，嘴里还念叨着要拧下赤犬的脑袋。战国见状立马冲了过去，一巴掌将卡普的头按在地上。卡普也对战国说，就这样按住自己，否则真的会干掉赤犬。潜台词就是战国有足够的实力，能控制此刻暴怒的自己。从卡普去蜂巢岛的表现来看，绝对有不输任何四皇的实力。他强调战国能按住自己的脑袋，还不能证明战国有超四皇战力吗？黑胡子自己暴露出最大的缺陷，当年白胡子对他的评价完全错误。自从黑胡子在马林范多得到阵阵果实，就被认为是路飞必须击败的最终 BOSS。黑胡子自己也强调自己就是最强男人，即便被金色大佛一巴掌拍吐血，也能与元帅战国正面对抗。黑胡子所吃的自然系暗暗果实，拥有世界上最邪门的力量，不仅能吸收任何伤害，还能让敌人的果实能力失效，对黑胡子的防御能力提升非常的大。击败白胡子得到阵阵果实，黑胡子的攻击力突飞猛进，扬言自己就是世界最强男人，差点将马林范多摧毁殆尽。即便被大佛战国一巴掌拍吐血，依旧能与战国正面对抗。经过了结之战的马尔科也说了，黑胡子是他们无法企及的强者。海军也给黑胡子的赏金涨到39亿9600万贝里。即便是吴老星也曾表示对黑胡子的特性有一些忌惮，而且黑胡子还在寻找第3颗果实，目标是汉库克的甜甜果实。据说那是一颗双生恶魔果实，拥有超人系和动物系双重属性，一种就是汉库克呈现的石化能力，还有一种是幻兽种美杜莎。黑胡子的前2颗果实一攻一防，加上第3颗恢复能力堪称无敌。不过白胡子曾说过他的缺点就是性格不够成熟，太过傲慢，也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，还差点在马林范多干掉黑胡子。从黑胡子给雷利面子离开九蛇岛，能看出他的性格逐渐成熟。黑胡子在圣者岛对战罗，才暴露出他真正的缺陷。起初黑胡子使用阵阵果实攻击，被罗用手术果实觉醒揍了一顿。范奥卡劝他不要一味的进攻，黑胡子却开启暗暗果实强行战斗，而且还强调恶魔果实对实力的提升最快。可见黑胡子非常依赖恶魔果实，对霸气的修炼必定很弱。凯多曾对路飞说过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罗杰没有吃任何恶魔果实，依旧能够制霸大海称王。吴老星在弹头岛对抗草帽团，都展示出超强的霸气水准。不管黑胡子的第3颗果实是什么，霸气欠缺都是他存在的缺点。赤犬封神一战暴露出最大的缺陷，难怪他要在马林范多将路飞赶尽杀绝。当年赤犬和黄猿一起加入海军，因为实力太过强悍，被世人称为怪物。为了变得更加强大，舍弃当剑士，吃下自然系岩浆果实。在马林范多对战白胡子海贼团，赤犬展示出岩浆果实恐怖的实力，单挑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场面上一度占据上风，甚至还能用岩浆拳头重创对方胸口。即便遭到世界最强男人的背后偷袭，身受重伤跌入悬崖之下，依旧能靠着岩浆果实保住一条小命。马尔科有4皇守门员的称号，用身体挡住黄猿的大招8尺琼勾玉，不仅没有受一点伤，还能一脚将黄猿踢飞。见到亲自对路飞下手，飞过去又是一脚踹飞。不过在对战赤犬时，忘记使用武装色，攻击没能造成伤害，蓝色火焰也没能挡住岩浆，被赤犬一拳头打飞，能完全压制住马尔科。难道说赤犬已具备4皇战力吗？后来老沙联手白团所有队长，依旧不能阻止赤犬追杀路飞，直到香克斯率领红发海贼团抵达，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，吓得赤犬脸颊流汗，才决定放弃对路飞的继续追杀。纵观赤犬在马林范多的战斗，绝对算是封神级别的表现。不过他的主要输出是依靠恶魔果实，没有展示3色霸气的技能，不像青雉提前将身体元素化，躲避白胡子的制刀攻击，也不像路飞释放霸王色震晕小兵，绝境之下保住艾斯一命。可见赤犬对霸气的修炼并不算强，而且赤犬的生命卡信息只显示用见闻色和武装色，并没有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应该也不会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现在就很好理解，赤犬看到路飞释放霸王色为何会那么激动，即便是差点被白胡子打死，也要拖着重伤的身体追杀路飞，也能表明赤犬很清楚自己的弱点，就是不具备最顶尖的霸气。之所以要将路飞赶尽杀绝，也是忌惮他成为无法战胜的敌人。雷利揭露白胡子战力下降的原因，当年赤犬对老爹的评价完全错误。白胡子作为公认的世界最强男人，
也是罗杰之后最接近海贼王的人。他手中的制刀从云切，隶属无上大快刀12宫，所吃的超人系阵阵果实，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对武装色霸气的修炼，暂且还不确定达到流鹰阶层。在顶上战争攻击大将轻质，被对方提前元素化躲避，可见白胡子对剑纹色的修炼并不算强。霸王色也掌握了最顶尖的缠绕攻击，20多年前与罗杰有过一次交战，两人用霸缠攻击对轰3天3夜，最终也没有分出胜负。白胡子的战斗力也得到过众多强者的认可，英雄卡普说他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，元帅战国也说一时大意就会战败。世界第一剑豪鹰眼仅仅挥出一剑，就感叹自己与白胡子的实力差距太大。黄猿却有点看不起世界最强男人，企图对白胡子来一个斩首行动，结果大招8尺琼勾玉被马尔科挡下，脑袋也挨了一脚，撞坏自家城墙。赤犬一开始也不敢与白胡子交战，利用大窝蜘蛛来了一招孝子剑，才敢站出来正面对抗世界最强男人，甚至还嘲讽白胡子年纪大了战力下降。冥王雷利把黑胡子赶出九蛇岛之后，也强调自己年纪大了，打不过现在的四皇。难道说白胡子的战力下降真的是因为岁月侵蚀吗？反观2年前76岁的卡普，比白胡子还大4岁，身体状态依旧很健朗，战斗力也没有因年龄下滑。从下棋的一句话可以找到雷利和白胡子战力下降的原因。下棋曾说雷利整天泡酒吧，带美女回去半年不归家。难道说雷利的实力下降是因为私生活混乱导致的吗？白胡子对美女也非常喜欢，身边有一群性感漂亮的女护士，在前往马林饭多救艾斯的时候，还特意将他们安顿妥当。不得不说，白胡子的战力下降完全是自己混乱的生活所致。赤犬说他也逃不过岁月的侵蚀，现在来看是完全错误的。吴老星真正的杀手锏公开，难怪他们会亲自召见香克斯。作为世界的最高统治者，吴老星也拥有着最顶尖的战斗力，他们的每一次出场都有很强的压迫感。萨博在圣地玛丽乔亚与他们有过交手，仅仅是挨了一招就被打成重伤。萨坦圣去弹头岛对付草帽一伙，上来就展示出恶魔果实觉醒状态，外形上犹如传说中的妖怪牛鬼。其他4位吴老星也都拥有觉醒能力，他们在弹头岛登场，脖梗处都缠绕着黑色焰云，其中内斯兽狼圣还是一名强悍的剑士，手中的佩刀很可能是妖刀初代鬼彻。除此之外，吴老星还有着特殊的攻击手段，萨坦圣可以释放毒液腐蚀周围物体，还能吐出带有剧毒的液体小球，爆炸产生的破坏力犹如一颗核弹。沃丘利圣是一头巨大的野猪模样，能让牙齿变成锋利的刀砍向敌人。马兹圣能吐出火焰用来攻击，弹头岛的防护层都没能抵挡住。吴老星最让人无奈的能力是恢复，萨坦圣被打断一个脚和几条腿，也能在一瞬间就恢复到原本的模样。路飞也见识到他们超强的回复能力，强调吴老星是无法打伤的不死之身。萨坦圣还展示过让敌人身体爆炸的能力，看到他眼睛的人会脑袋爆炸丧命。沃丘利圣还用过霸王色嚎叫攻击，释放的霸气冲击波能弹出路飞的伤疤，这2种攻击大概就是霸王色的物理伤害吧。而且圣平也明确表示吴老星的霸气很强。凯多曾说过霸王色缠绕是最顶级用法，世上只有极少数的人具备这项技能。现在来看，霸王色物理伤害才是最强的，也是吴老星站在世界顶点的杀手锏。目前确定香克斯拥有霸王色物理伤害，去找白胡子的时候用霸气阵列过船板。现在来看，当初吴老星愿意接见香克斯，不仅仅因为他是4皇红发团的船长，还因为他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战斗力。他被认定为最弱的王下七武海，却做了卡普也没能完成的事情，2次闯入4皇的老巢全身而退。他的梦想是找到大秘宝当海贼王，却因为同伴被杀害选择虚度光阴。他就是月光莫利亚，给索隆升级装备的人。年轻的莫利亚观看过罗杰被处刑，立马决定投身于大海贼时代，带着小弟来到和之国挑战4皇百兽海贼团，结果被凯多击败，所有的同伴也惨遭杀害。备受打击的莫利亚变身摸金校尉，挖走刀神龙马的尸体以及和之国的国宝黑刀秋水，还顺带收留了婴儿佩罗娜，带在身边当女儿一样抚养。后来莫利亚成为一名王下七武海，安居在恐怖3维帆船制造僵尸军团。2年前遇到刚出海不久的草帽一伙，他完全没有把赏金1亿的路飞当回事，没有理会暴君雄的提醒，也拒绝了对方的帮助。结果索隆击败龙马的尸体，将黑刀秋水收入囊中，僵尸巨兵奥兹被草帽团围攻倒地，自己也被吃下1000个影子的梦魇路飞击败。当时海军要对付白胡子，打算当众处刑艾斯，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才没有剥夺莫利亚的七武海身份。不过他在顶上战争的表现很一般，联手暴君雄和明哥击败巨人奥兹。对战前七武海慎平被抓住弱点，僵尸军团惨遭海水克制瞬间覆灭，自己也被慎平一招美瓦政权打飞后战败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世界政府让明哥立刻干掉莫利亚，不料莫利亚靠着特殊能力突然消失，捡回一条小命。2年后为了寻找同伴阿布，独自闯入黑胡子的地盘蜂巢岛，无奈战斗力太弱，被溪流用隐身果实偷袭重伤。面对玄月猎人戴鹏的挑衅，只能愤怒却不敢动手战斗。不过莫利亚还算有血性，没有答应黑胡子成为他的手下，
后来黑胡子抢夺甜甜果实失败，将科比绑架回大本营。卡普立马带着所有成员闯入海贼乐园蜂巢岛救徒弟，一拳霸王色缠绕银河冲击，差点将一座城镇彻底摧毁。佩罗娜也趁着混乱救走自己的老父亲莫利亚。后来卡普为了保护徒弟科比，被宇之溪流偷袭重伤，最终被青雉等人围攻战败。报纸给出的消息是卡普下落不明，结合莫利亚在马林饭多当着明哥与和平主义者的面逃走，很容易想到就是他救走了重伤的卡普。不出意外，莫利亚和佩罗娜还会在后面的剧情中登场。克洛克达尔公开鹰眼的唯一缺陷，也难怪他不能成为当今四皇。鹰眼被世人称为世界第一大剑豪，他手中的黑刀叶就是最强战力的代表，在顶上战争主动攻击白胡子，让在场的所有强者感到震惊，就连汉库克也说了，只是看着他眼睛就会畏惧。大将黄猿和赤犬也对他有一丝敬意。海军在公布鹰眼赏金时特意表明，他的剑术甚至不输当今四皇香克斯，也给出了36亿9千万贝利的赏金，比刚刚当上四皇的路飞还要高出不少，也是认定鹰眼具备四皇级别的战斗力。据说鹰眼和香克斯有过多场传说级决斗，结果都是没有分出胜负。动画还没有公开具体的战斗经过，不过也可以推断出鹰眼对霸气的修炼也很强，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黑刀，武装色绝对是最顶尖的。见闻色应该能预见未来，不然会被香克斯全面压制。霸王色也掌握了缠绕攻击，才能对抗霸缠攻击神臂。如此强悍的鹰眼，克洛克达尔却公开过他的缺陷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海军立马出动去抓人，让科比带着2台炽天使去九蛇岛抓捕汉库克，只派了几艘军舰来到鹰眼的驻地，却迫使鹰眼不得不收拾东西选择离开。对一个能匹敌四皇香克斯的人来说，鹰眼失去七武海称号后确实有点狼狈。此时克洛克达尔给他打来电话邀请合作，两人的名号放在一起，就能让海军不敢招惹。同时老沙还表明两人有共同点，就是不相信别人，这大概就是鹰眼至今没有伙伴的原因吧。尾田曾在 FBS 中公开过鹰眼的往事，他曾遭受过很严重的背叛，才会选择独来独往。纵观所有的四皇海贼团，除了船长拥有最顶尖的战斗力，旗下的核心干部有很多也具备非常强悍的实力。鹰眼或许拥有匹敌四皇船长的实力，却没有强悍的同伴，才导致他没能成为当今四皇吧。吴老星真身居然全是妖怪，巨人船长一刀秒杀比得胜，三哥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航海王1110话终于更新了，随着弹头岛上的黑色闪电涌动，海军们认出了那是萨坦圣登陆时出现的闪电。而在圣地吴老星居所的地上出现一个魔法阵，瞬间将萨坦剩下的同事全都传送到了弹头岛战场。4个巨大的怪物身影围绕在萨坦圣周围，吴老星们终于展现出了自己的兽化形态，并正式公布了每个人的妖怪名字。随后吴老星开始分头行动，那厮兽狼圣盯上了海岸边的和平主义者，化身人马形态，一刀便解决了他。海军看到后士气大振。画面之后到索隆和陆琪这边，两人的战斗还在持续。山治吐槽一声，索隆现在是累赘，给了一个大 buff。随后索隆便用新招式3刀流5火魔妖兽一击秒杀陆琪。那么路飞那边的情况现在怎样了？在回答之前，先给各位海迷们说个好消息，最近有款海贼王新手游《航海王梦想指针》定档4月1日正式公测。游戏主定位数版3D 冒险手游，3亿成本打造，采用超过4万面的超轻建模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电影级的实机动画画质。游戏开场便是香波地群岛草帽一伙重聚的剧情，官方似乎是在玩一种新的3D 2外，甚至连玩家都在玩梗。而且现在公测直接送110抽5星角色新世界路飞，还有预抽卡活动必出5星超新星，开局2个5星角色。游戏官号就放在了评论区，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关注起来吧。然后来到路飞这边，彼得圣化身杀虫赶来了萨坦圣身边，一起对战路飞，并成功从地里偷袭，将路飞一口吞入了身体。而此时2大巨人族船长东利和部落基也赶到了战场，双人合力一击太阳锯，直接把彼得圣砍成了3截，救出了被吞的路飞。本话结束。最后你们觉得吴老星的战斗力有没有皇级水平呢？